站住！你干什么的？太君，你干什么的？卖梨的。卖梨的啊。嘿，不要拿梨。梨不错啊。哎，是，太君，我可以进去了吧？进去。哎，好。谢谢太君，谢谢太君。快点检查。哎，先生，这个梅老板什么时候出来啊？哪那么快？名角一般都是压轴的，前面啊总会有几出热闹戏。那他什么时候来啊？这就不清楚。兴许啊临上场才来。你也真够心急的，挑个担子就上来了。哟，梨不错啊，怎么卖？不卖。哎，您看。这有病！盯住那两个搞笑，你一定要把眼睛放大，观察每一个路人。如果发现可疑人的，立刻汇报，在楼上再加一只暗哨。还有，在那条街道派一支巡逻队，不停地巡逻，发现可疑人的，立刻汇报。对面那条街道也加一支巡逻队，而且2支巡逻队交替巡逻。巡逻队的间隔时间是10分钟，而且每一支巡逻队必须有军官带队。听明白没有？嗨。看时间，梅姑娘应该快要到了。戏台周围加强警戒，再加一支巡逻队。嗨。这就。是。看来大家都很期待你这位海上名角的演出，不要让人们失望。请问梅小姐，宫崎骏，这次多亏了你通报牧野峰的下落，否则失去了梅应苏这个筹码，要再引诱陆浩云出现，就不太容易了。阁下，我是为帝国效力的，而不是为牧野峰个人。不过阁下，陆浩云真的会来当涂吗？我已经在报纸上刊登了梅应苏的消息。以陆浩云的性格，他一定会赶来救他心爱的女人。哎，我说兄弟啊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我在这儿卖梨卖得好好的，你也过来卖？哎，说你呢，你会不会做生意啊？你懂不懂规矩啊你？好，你卖你的啊！赶紧走。卖梨嘞，正宗的水晶梨，不甜不脆不要钱。哎，太君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哦，牧野君让我带他进来的。
梅影苏想吃李子。穆野峰身为松岛先生的得意弟子，竟然对一个中国女人迷恋到如此地步，真让人失望。他如此重视梅影苏，不正是阁下可以利用的吗？穆野君，卖力的带来了。哎，给我挑5个梨。啊，是太君。等一下，这个是坏的。小苏有个习惯，演出之前一定要吃水晶梨润嗓。他会请人出去买，要不就把他请到后台。这个就是行动计划。报上说，戏台搭在当涂县城十字路口旁的城隍庙，你混进去，想法把这个交给他。让他配合我们。太君，这不是坏的，这也是太阳晒的。就这种梨啊，最甜。这梨连心儿都是甜的。好，多少钱5角钱。哎，你拿好。同学，送他出去。哇，赶快滚！慢着。太君，您还要买梨吗？刚才少了1角钱，拿着。谢谢太君，谢谢太君。这位先生，你做的是小本生意，这么粗心的，难道不怕归本吗？现在这兵荒马乱的，生意不好做。还好皇军到了之后，保境安民，我们总算有口饭吃。这是帝国军人的责任。走吧。谢谢太君，谢谢太君。站住！哪里去？走。小苏姐，你可算出来了，跟我走。你们两个去盯着他，看看他到底去做什么。哎。我们被人跟踪了，快走！那边。致电阁下，梅影苏正在化妆，马上可以登台。好，那我就在这里等着，
看看牧野君的心上人，到底有什么不同？殿下，他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。那也是敌国的普通人。不过牧野君，请放心，只要你能杀死陆浩云，梅影苏就是你的。殿下，抱歉，我有事离开一下。梅印苏为何还不出来？织田阁下，我再去催他一次。不用，他就算再怎么拖延时间，也还是要登台。城内布置的怎么样了？安宁的夫妇进来的不管，出城的仔细排查，只要陆浩云进了当涂，就别想离开。很好，加强戒备。陆浩云会在这2天动手。为什么会是这2天？前几天我们的戒备森严，而最后一天，我们绝对不会放任何人出去。他就算救了人，也走不了。所以他的最佳动手时机，就是这2天。前面已过去4天，而我们的警戒已渐渐开始松懈。为了引他入网，我们还会放一些人出去。因此，陆浩云的最佳动手时机，不是今天，就是明天。织田阁下果然妙算，令人佩服。你再去调一队人过来，不用守在这附近，免得陆浩云不敢动手，守住城门即可。嘿。多年不见，你的胆子越来越大。陆浩云真的来了。小苏姐，快！枪响了，鬼子马上就过来，你快去，那个屋里有衣服，你赶紧去把衣服换了。去呀，别愣着！立刻派人去搜查枪响地点，让宫崎龙井守住梅印苏。无论陆浩云玩什么花样，都是为了救这个女人。想要救人，放马过来！看来你的计划出问题了。
跟我走。是。你给我听着，现在情况有变，一会儿鬼子来了，按我说的做。刚才不都说好了吗？你要想活命的话，就按我说的做，不然鬼子弄死你。好。这都啥时候了？这人咋还没救出来呢？啊？不能出事了吧？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别迟了，走了，走了。这。长官，发现一个活的。太君，别杀我！求你别杀我！你，说，怎么回事？我就是来付钱的。后来，突然进来2个人，还要抢我衣服，他们后来开枪，把2个太君给杀死了。就跑了。带走。怎么回事？根据这个真恶人所说，他是给梅影苏买鸡的，结果忘记带钱。他回到后台去取钱付账，结果被小贩骗到了家中。小贩和他的同伙杀死了2名士兵，并试图抢走他身上的西服。也就是说，陆浩云想要扮成他混进化妆间，救梅应苏出去，却因为意外枪响而没有得逞。哎，我已经命令封锁城门，绝不会让陆浩云逃脱。好。集合军队，全城搜捕。哎，等等，你是什么时候被抓的？报告太君，是付钱的时候。你手上被捆绑的痕迹，至少有1刻钟的时间。从枪响到酒井带你回来，最多不过5分钟。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啊，不，是真的。八戒了！太君饶命！太君饶命！我说。最后一次，怎么回事？是帮小苏出去买梨的时候就遇到。你确定化妆间只出去1个人？嗨。陆浩云冒充大官生混进化妆间，而梅应苏已经离开。也就是说，现在在化妆间的人是陆浩云。记住，我要抓活的。嗨。我们走了，陆长官怎么办？放心吧，他肯定能逃出去，我们别给他添乱就行了。那他怎么脱身啊？营长那么聪明，还能被小鬼子给害了？坏了，肯定是因为刚才想象，小鬼子要封城了。这样吧，我现在出去，鬼子抓到我就不会封城了。你逃出去，以后给我和陆长官报仇。哎，营长派你
没死呢。再说了，我要用你去吸引鬼子，那营长出来还不得把我杀了替你报仇？那怎么办呀？鬼子肯定会全城搜捕，到时候一个都出不去。姐姐，你少说两句，我就想出办法了。究竟增派部队封闭城门，全城搜捕。陆军，多年未见，风采依旧，令人赞叹啊！就知道骗不过你，真没想到，我们在这种情形下又见了面。是啊，本以为久未重逢，能够把酒言欢，共享昆曲，没想到现在分属敌国。我听说那个织田让你到当涂前线做指挥官呢。是啊，你不也在煤炭山附近？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来一次真正的较量。好啊，我正想看看这些年你有多少进步。不过那个织田我是一定要杀的。织田那个女人的做法确实很过分，如果你要杀她，我不会干涉。对了，陆军，织田店认定你肯定会来救小苏，本来有些怀疑，没想到你真的会来。小苏是我的朋友，我是一定要来救他的。不过他在你的部队里平安无事，相信你一定保护了他。多谢，陆军。小苏他也是我的朋友，你不用替他感谢。不过，你不怕我揭穿你吗？你现在就可以揭穿我。好啊，等你走了之后，我肯定会揭穿你。陆军，我送你出城吧。不必了，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。前面就是城门，
我自己走。赵家强。 陆军，这是你的安排吗？这是最后的招数了。你们那个织田反应极快，要不是那声枪响之后就封锁了城门，我的手下也没必要上这种手段。不过我想现在你恐怕更难出城了。陆军，我帮助你出城吧。 长官，出什么事情了？注意，有敌军奸细混入县城，现在可能已经逃出城门外，听我指挥。嗨，走吧。嗨。怎么回事？中国军队用装满炸药的马车炸开了城门，城内的中国人都跑了，木野军已经开始追击。木野峰会这么积极去追陆浩云，应该是舍不得梅小姐吧？织田阁下，陆浩云刚从后台逃出，我们就封锁了城内的主要道路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，他不可能及时逃出城。所以现在不管木野军去做什么，我们都应该搜查城内。陆浩云既然敢来当涂，就一定留了后手。我们出城。可是，无论陆浩云是否逃脱，只要梅印苏在我们手上，就不怕他不上钩。既然城外有人接应陆浩云，那梅印苏肯定已经出城了，懂吗？嗨。陆军，这把枪是小苏的，我没能够保护他，你帮我把这枪交给他，希望他能用这把枪保护自己。我该走了。看来我还得做你的部下，再帮我一次。看来不太对劲，95越野车军中很少有，只有高级军官才能配有。我们这附近应该只有织田跟我。秋若，宪兵队的人，快，坐上人质。没事吧？你没事？陆浩云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陆浩云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 我没事。 陆浩云，你没事吧？ 我没事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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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陆浩云，
他是我的朋友，我能从当涂县城逃出来，多亏他帮了忙。你怎么开枪啊？可他拿枪指着你，什么意思啊？你还想放了他不成？我是要放了他。陆浩云，你别忘了，你是国军少校，你不是土匪，你跟一个日本人讲义气，连土匪都讲义气，我堂堂一个国军少校，连土匪都不如吗？你自己一堆违纪还没处理完呢，你还想罪加一等吗？赶快走！走。陆军，不用替我小心。走。邱长官，如果是在战场上我遇见他，我会第一个开枪打死他。可今天你要是带他走，你就杀了我。长官，日本人来了！上车！前进！志天爹，前面已经没有退路了，他们挟持木叶店，汽车逃到对面的山上去了。你带人上去，堵住陆浩云退路，格杀勿论。志天爹，如果他们用木叶诀作为人质怎么办？那就一起杀掉。嗨。陆浩云，看你这次往哪儿跑！快走！前进！枪给我！你走！你走，我养护！别扛了，走！陆浩云，你先走，你与我争让。胡说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以大局为重？大局？我向来都是意气用事，你才知道。李威，带着木叶帮毁灭泰山。不行！你知不知道一个日本军官对我们很重要？那也不行。你想违抗命令吗？反正我不走，就算要死，我要和你死在一起。
放。撤退！怎么回事？季川阁下，是中国军的新四军，我们遭到了埋伏。撑住，当涂的援军马上就到。指令阁下，我们抵挡不住了，必须撤退！不行，我今天必须要杀死陆浩宇。对，阁下，撤！别让你打人也撤！快撤！走，撤退！小鬼子，欺负老子没有炮是吧？早早晚晚得收拾你们！来了，别催。一逼，快一逼！前进！基准炮射击中远调整，基准炮射击中远调整，目标敌固定阵地，目标敌固定阵地，方向西偏南31度30分，方向西偏南31度30分，标尺312米位，标尺312米位，3号装药，3号装药。报告长官，装填完毕。发射，预备，放。延伸射击太过缓慢，给敌人太多进入阵地的时间。阁下，不是每个人都是牧野军，宫崎军已经表现得不错了。也不知道牧野峰现在是死是活。阁下，牧野军已经得到天皇陛下的嘉奖，他是不会给帝国丢脸的。他现在想必已经阵亡了。那可不一定。牧野峰只是看起来像一个武士，你们并不了解真正的他。他这种人，面临生死，任何事情都干得出来。好，我们放你走，不要伤害孩子。把枪放下。把枪放下。走。我的油。别过来！都别动，不许伤害孩子。
监督陆浩云，戴罪立功。前进！师傅，这法子能有用吗？这是我在士官学校琢磨出来的，专门针对日军坦克，可是没有机会实战过，但愿管用吧。万一也不管用，那咱们也做敢死队员。你们人能回去了吧？啊，一个人能回去吗？好，赶紧走吧。啊！不行，我得去把牧野峰给追回来。不然陆浩云就麻烦了。牧野峰现在已经警觉，附近都是丘陵灌木，很难再把他找回来。这个混蛋，成天张嘴闭嘴的军官荣誉，最后拿小孩当人质，真是无耻。梅英素同志，你已经从日本人手里脱险，陆浩云的案子也暂时搁置。那之前的任务，你打算咋办？冯政委。你和我姐都是老党员，比我经验丰富。但是我觉得爱情和信仰不能捆绑在一起。陆浩云喜欢我，我也喜欢陆浩云。但是我不能因为这一点就去改变他的政治信仰。我可以去影响他，去说服他，但是最后还是要尊重他自己的选择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我们是共产党员。我们可以用我们的革命思想去影响他，但绝不能用旁门左道。梅英素同志，你现在的成长，真的让我很惊讶。以前有我姐在的时候，有她做剧团的主心骨，我总觉得自己就是个小妹妹。可以任性，甚至可以跟他撒娇。可是现在，我姐说，这场战争会让很多人迅速成长。只是我没有想到，成长的代价会这么惨重。秋姐看到你现在这样，一定很欣慰。我听方汉说，陆浩云仅用了1门山炮和3发炮弹，就击沉了日军的运输舰。我们游击队的活动区域和范围就在长江边，如果能有这样的人才加入，那对我们的抗战是非常有利的。所以，还需要你去争取他。我明白，
冯政委，其实我可以作为咱们和川军133师的联络员留在这里，这样对双方协同作战也会有所帮助。你认为呢？好，我会向上级申请这个任命。也不知道美嘴塘那边打得怎么样了。方汉已经赶过去了，听说鬼子有不少战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得先走了。那我也赶回去组织救治伤员。那你路上小心。谢谢你，冯政委。集合。出发。长官，没想到这梅英苏是共产党，原本还以为他只是亲共，那陆浩云会不会也是共产党？长官，最近上峰正在严防共党，我们要不要？这件事情我会处理，你们不能向任何人提起，记住了吗？是，长官。走。杀！躲开开！陆浩云，看你这次还有什么招数？让宫崎龙井加强炮火，不要停，直到我军攻入敌军阵地。指点点，这样会误伤自己。究竟这个废物，如此优势的兵力都不能摧毁中国军，不用顾他的生死。就算不管求将军，可我军步兵方阵也你们该考虑的问题。嗨！10天各项命令，保持炮击，压制敌军火力，阻断敌军后援，直到我军攻入中国军阵地。报告长官，装填完毕。办事，放。为什么炮击还不停止？难道要等我们冲上中国军队的阵地？闭嘴！准备战斗！今天接下是所有的，真的。以为靠这么简单的一条反坦克壕，就可以阻挡我军的装甲战车，中国军真是可笑。看来用不了2个小时，我军就可以拿下美嘴塘了。
到中国军要放弃梅嘴塘阵地，可是梅嘴塘阵地失守，煤炭山要塞的侧翼就会暴露在我军面前。他们怎么会放弃这里？阁下，我军攻入中国军阵地后，炮击是不是可以停止了？停止吧。是。致电阁下命令，停止炮击！停止炮击！看来中国军确实已经放弃了阵地。实力的巨大差距，不是战术可以弥补的。我军拿下梅嘴塘阵地后，煤炭山要塞就无险可守。中国军遏制我军长江航运的计划，也就不攻自破了。看来陆浩云不过如此，牧野军为何要如此吹嘘此人？陆浩云对我军的威胁越大，牧野峰也就越重要。明白什么意思吧？是。发射信号弹。邱长官，当你看到第一发信号弹后，要在3秒钟之内击中400米高的油桶盖，有把握吗？没问题。带头来。快看！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起这么大火？老方，谢谢你来啊！打小鬼子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。支长官，你可以啊，居然还敢上战场。陆浩云，你是不是又违反军纪了？在这一点上，我可比你强啊！哎，别说这个了。织田的部队很快就会到了，我们得提前做好准备。来了就来了呗，难道我们还怕那些龟儿子？师傅，咱们不有条反坦克壕在吗？
等鬼子那帮铁乌龟来了，都他娘的把他翻个个儿。日本人不是傻子，一场火炮下来，那条反坦克壕也就撑得了一时。我陆老弟说的对啊，川军加上我们新四军，兵力还有火力，跟小鬼子硬拼硬，那肯定是不行的。我们是守方，军心士气自然比他们高一些。我们能不能坚守待援？这日军啊，训练有素，一天之内可以发动10多次冲锋。我们没有后援的话，这个阵地肯定守不住。大不了就是个拼命，怕啥？你可以死，他不能死。我咋就可以死呢？我倒是有个法子，不知道能不能行。东华哥，咱挖这有什么用啊？你不懂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行，好嘞。娃子，日军发起进攻的时候，会先进行一轮炮火覆盖。你要带着弟兄们躲在这个反斜面下，避免伤亡，等待我的命令。看到第一发信号弹的时候，邱长官会引燃战场上的火墙。你和弟兄们只有20秒时间，去买好炸药，然后迅速回到这儿。当你看到第2颗信号弹的时候，引爆炸药。放心吧，营长。你娃命大，给我活着回来。小强，防弹！一群废物！究竟是废物，宫崎也是废物，简直是帝国军队的耻辱！当务之急是加强这儿的兵力，是对，加强防守。好，你先过去。对。好，你看到还有这儿。喂，你稍等。师座，怎么了？您的电话。对。哦。喂，长官，我军已击退敌人5次进攻，摧毁战车3辆，歼灭敌人步兵小队127人。好，干得漂亮！嘿嘿。你龟儿子总算有点出息了，再给老子坚持6个小时，集团军就会给我们派援兵了。明白。
阁下，宫崎骏，刚才我军战车遭受攻击，为什么你的炮兵没有开火？没有阻止敌军的阴谋。那段反坦克好，距离全军的前沿阵地不足100米，重炮在这种距离上，很有可能会误杀我军的战车和步兵。误伤也比被敌军摧毁好。宫崎骏，看来你并不能取代牧野峰的位置，我可能要找别的人来顶替你。为什么这里会出现一条反坦克号？你们谁能回答我？织田阁下，会不会是陆浩云研究的战术？牧野君曾经说过，陆浩云对反装甲部队和防空上面有很深入的研究。他在士官学校所写的毕业论文也是关于这一方面的。战术，在绝对压倒的火力面前，任何战术都无效，谁来也没用。宫崎，加强炮击，把这条壕沟炸平。是，阁下。阁下，刚才我军的战车遭到了火炮攻击，可中国军的炮兵阵地到底在哪里？看来他们的炮兵指挥官非常狡猾，他知道自己处于火力劣势，所以不但做好隐蔽，而且只做精准打击。发射3发炮弹，2发命中我军战车。这个炮兵指挥官的火炮技术，或许只有牧野军才能与之。闭嘴！牧野峰已效忠天皇，没有他，我们一样可以拿下美嘴岛。嗨！放！前进！准备信号弹。发射。撤退！让战车和步兵都撤下来，快撤下来！是。敌人，冲！阁下，以目前情况看，我军已无可能拿下美嘴岛。这种推断不需要你来告诉我。
阁下，九井军的部下伤亡惨重，伊藤军也已经阵亡，就连宫崎军的炮弹也已经剩下不多了。您看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准备后撤，等待援军呢？后撤？我军将士奋战一天，精疲力尽，难道敌军不是最后一口气？现在撤退，我军将士的血就白流了。我相信，大日本帝国的军队一定可以奋战到最后，彻底摧毁敌军。传我的指示，命令圣仪战车退回出发阵地，整理部队后再重新发起进攻。宫崎龙井打完圣仪炮弹，也投入作战。所有辎重部队和工兵都投入进攻。嗨！支天帝，中国军的游击队偷袭我炮兵阵地，阵地就要失守了。混蛋！阵地要是丢了，你自己向天皇谢罪。支天帝，我军的守备部队都已经被调走，去进攻川军阵地了。我阵地的炮兵都已经投入作战，阵地真的守不住了。给我守住，援军马上就到。阁下，我军现在已经没有多余的兵力了。听着，守住阵地，一门炮都不能丢。我马上派人增援你。守不住了，支天帝！炸掉火炮，把所有火炮炸掉！快冲！撤！嗨！东马，小王，你帮我处理一下啊。东马，医生，医生，东马，你做的菜真好吃。等打完仗，我去帮你忙，不用工钱，你管吃就行。
东娃，东娃，东娃，小苏姐，医生，医生，你快来看看！怎么了？东娃，小苏姐，你怎么也死了？我没死，你也没死，东娃。营长呢？营长怎么样了？陆长官在梅嘴塘打仗，你别担心啊。不行，我得去帮他。现在跟着营长的是赵家祥那个孙子，他打仗不要命的，我得去帮营救。东娃，你听我说，医生在帮你处理伤口，你先躺下，啊，东娃，东娃。营长，医生，怎么样？营长，营长。这次可消灭不少鬼子呀！哎呀，我就说吧，营长的谋划绝对没有问题的。你就吹吧，之前说打不过的也是你。陆长官，你是怎么算的呀？这每一次一打就中。哎，之前不跟你说过吗？那打炮是技术工种啊，要会平面几何、三角函数。那为啥我师傅找你们一帮上过学的人来练炮啊？对吧，师傅？东娃没事吧？啊，东娃，腿伤了，没啥大碍。好，我说，陆老弟，都看了半天了，这仗也打完了，你是不是想找借口少分我东西啊？我陆浩云是这种人吗？你帮了大忙，这战场上的一半都是你的，你自己选。那行，你看见了吗？那兄弟，正在拆这个坦克上的这个炮，就给我3门炮啊，就3门，怎么样？一共就3门炮，都给你，我怎么办？哎，做人咱得大气一点吧。我帮你也不是1次2次了吧？要你3门炮，你都不给。这样，那战车上的机关枪，通通都给你，可这炮我得留着。陆长官，那个坦克都已经被炸了，上面的枪和炮肯定不能用了。被炸了也不能全被炸坏吧？那拆吧拆吧，没准还能装出1门炮来呢。哎，我说你们一帮川娃子那么穷，就不会精打细算吗？给国军丢脸了！哎，你鬼子没大没小的呀！啊！好，行了，既然我陆老弟说话了，那我也给你面子。不过呢，你得给我当这1个月的教官，给我们新四军的兄弟们讲一讲怎么用这个火炮，行吗？合着在这儿等我呢？可以吗？行，我答应你。好，那咱大老爷们讲话了啊，一口唾沫一个坑，我要让所有的新四军兄弟们都成为你陆浩云这样。只要他们肯学，我乐意教。为了留下来这几辆战车，川军弟兄死了多少人呢？回去吧。下车，停下，停。走吧。行。站住。走。嗨，好，走。你，后面排队去。你，这是什么？木野君，您不是阵亡了吗？谢谢太君。站住！带我去先知天殿。是。我的车，快点让开！来，请。走。
见我。据点阁下，木野军已经带来了。进来。木野军能回来，真是帝国之大幸。木野峰这次非但没能为帝国杀敌立功，反倒失陷于敌手。虽然侥幸逃脱，却也不配再做帝国的军人，请殿下责罚。木野军言重了，胜败乃兵家常事。木野军不过是遭到了阴险狡诈的中国人暗算，这算不得什么。如今真是用人之际，还请木野军不要挂怀，努力为帝国效力。多谢殿下体谅，可木野峰驽钝无能，恐怕再也不能为帝国效忠了。木野军若是无能，那帝国就再也没有人才了。我记得我同木野军说过，推荐你为当涂前线的指挥官。司令部已回电，同意了我的推荐。木野军，从现在开始，正式任命你为当涂前线的指挥官，负责指挥当涂前线部队，包括炮兵和装甲兵在内。希望你这次竭尽全力，攻克煤炭山要塞，击败陆浩云。可是我被俘的事情，司令部还不知道。只要你能杀死陆浩云，司令部永远不会知道。胜利者是不会被指责的。嗨，谢谢执行殿下，木野峰一定不负所望。要为共党收集情报，要唱戏掩饰身份，还要兼职照顾伤员，讨人欢心。梅小姐身兼数职，真是比前线的战士还辛苦啊！邱少校又要执行军法，又要兼顾私情，还要经常怀疑这个调查那个，那才叫辛苦。梅应苏，我早就怀疑你的身份，没想到你真的是共产党。